一张图对比中英海军的差距，面对英国海军，我们该如何应对？官媒让他们有来无回。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100年前，英法联军曾经用炮舰外交打破了清朝的大门。然而，近日有日本媒体称，英国方面想要故技重施，预计在明年年初向西太平洋地区派遣一支航母打击群来遏制东方大国的发展。为此，有不少人开始将中国和英国海军之间的实力进行对比。近日，我国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张图引起了众多军迷的关注。这张图非常清晰地展现了英国海军与我国海军之间军舰数量的差距。那么，如果英国海军真的与我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了冲突的话，谁会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呢？为此，我国官方媒体对这件事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据媒体报道，对于英国海军的挑衅，解放军有能力让他们有来无回。由此可见，我国面对英国海军还是十分有底气的。那么，我国为何有如此大的把握，让来势汹汹的英国海军有来无回呢？首先，我们通过英国海军自身的问题来分析，英国海军的状况似乎一年不如一年，一直在吃他们的老本，并且英国海军在役的军舰中有几款军舰已经非常老旧，面临着退役。按照他们的设施以及火力来看，基本上给军事强国带来不了多大的压力。最为重要的是，英国海军不像美国海军，他们在亚太地区没有多少军事基地，如果开战的话，他们的后勤保障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次，我们从我国海军的实力上分析，近年来我国海军的实力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通过我国网络上流传的对比图就能看出，我国海军军舰是英国海军军舰的数倍之多。更何况，英国不会举清朝之力来与我军发生冲突，否则英国内地将会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所以说，我国在不发射陆基导弹的前提下，让双方海军在海面上交战，英国海军未必是我们的对手。最为重要的是，如果我军想减少不必要的伤亡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反舰导弹来对付来袭的英国海军舰队。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以我军反舰导弹的实力，足以对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说，以我国反舰导弹的实力，想要击毁英国海军舰队，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由此可见，我国官方媒体并没有说大话。面对英国海军，我们有足够的实力让他们有来无回。值得一提的是，有消息传出，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于近日出现了漏水事故。据了解，这一事故将会导致该航空母舰至少抛锚半年。所以说，英国海军想要进驻西太地区的美梦应该就此破裂了。不得不说，英国此举确实非常危险，无疑是鸡蛋碰石头。毕竟他们已经不是100年前的英国，我们也不是100年前的中国。所以说，英国海军想要进入西太的这一想法，确实要三思而后行。卫星图显示，我军在西南空军基地建起农业大棚，竟在飞机跑道旁种起了菜，有何实际意义呢？随着我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我军也加强了西南边境的驻守，其中就包括加强西南机场的军事力量，也因此受到外界关注。而最近最新的卫星图显示了我军西南日喀则空军基地的部署，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还不是基地里的战斗机或者其他先进装备，而是我军在空军基地内竟然都种起了菜。从卫星图像中我们得知，基地内除了有战争基地、飞机跑道以及导弹基地外，居然还有温室农业大棚，大棚里很可能饲养了一些小动物，以及种植了一些蔬菜，这就很有中国特色了。都说种菜是中国人的天赋，这还真是不假。此前有消息称，解放军在西沙群岛上克服盐碱地环境种菜，现在我军又在入冬时节克服高原寒冷气候，在飞机跑道旁还种起了菜，这充分印证了我们作为种菜民族的天赋。日喀则空军基地是我军在西南部署空军力量的重要枢纽。此前就有曝光，基地内部署有歼10战机、歼11战机、歼轰7战机以及大型侦察无人机。同时，日喀则空军基地也是我空军在西南边境的最前线，肩负着守卫我国西南方向领空的重任，因此基地内建有农业大棚也备受关注。不过，可别小看这空军基地内的农业大棚，卫星图上显示，农业大棚旁还有一座太阳能发电站，而这很可能就是农业大棚内温度的来源，这也是为何我军能在高寒气候下种菜的原因所在了。此外，采用太阳能技术的话，不仅能为农业大棚提供温度，还能给基地提供一些电能，而且还很环保，真正的体现出中国特色。通过太阳能发电站的帮助，我军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农业温室大棚。尽管农业大棚在空军基地内，不过考虑到西南地势环境，空军基地内的土地情况肯定要比周边要更好，因此我们这也算是物尽其用了。而在空军基地内建农业大棚种菜，可能全球就我国独一份了。而且一句话叫做后勤就是战斗力。我们也知道，最近我国西南边境的情况并不乐观，
因此我边防军也做好在寒冬季节坚守西南边境的准备。进入冬季后，当地气温骤降到-10几度，条件不可谓不恶劣。不过通过报道我们得知，我边防战士已经住进了温暖的保温宿舍，宿舍内还有娱乐设施，甚至还能在雪山上吃火锅。当我们看到日喀则空军基地内农业大棚的景象，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我军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得到这么好的后勤保障了。英国航空母舰还未出发就发生意外事故，成为了水帘洞。网友忘了子时鹰号事件，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前不久有媒体报道，英国海军明年年初准备向西太平洋地区派遣航母打击群。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英国的航空母舰在还没有开始行动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意外事件。近日我国社交媒体上流传了一段关于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的视频。通过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发生了漏水事故。这次漏水导致该航空母舰上的高压电力系统严重受损。据了解，英国海军如果想要修复这些问题的话，则需要半年的时间，并且维修成本高达数百万英镑。由此可见，英国海军想要向西太平洋派航母打击群的计划很有可能就此泡汤了。由于该航空母舰在还未出动的时候就发生了事故，因此它也成了很多人口中的笑话。不少网友对此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然而其中一位网友说道，这英国航母怎么还没来就变成子时鹰号了？据了解，子时鹰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黑天鹅级护卫舰，它在71年前的一场战役前夕与解放军在长江水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冲突。在冲突中，解放军将子时鹰号护卫舰炸伤搁浅，随后子时鹰号护卫舰不得不在夜色之中趁着过路的客船为掩护仓皇出逃。事后经过统计发现，英国海军在此次一系列事件中死亡了45人，失踪了1人，93人受伤。子时鹰号事件虽然引发的军事冲突规模并不大，但是它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毕竟我们当时面对的是强大的英国，由此可见，71年前我军面对英国的军舰都丝毫不惧，最后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更何况现在。近年来，我国海军下饺子的趋势是世界各国都看得到的。目前，我国海军的实力也有了质的飞跃。那么，如果英国海军在这个时刻与我国海军发生冲突的话，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呢？显然，如果英国海军在没有美国海军的帮助下，与我国海军进行海战，肯定会败。毕竟我们海军的阵容摆在那里。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我国海军仅凭数量上就能够压制他们，并且我国海军军舰的性能比英国海军要强大，即便是单打独斗，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对手。更何况我军还有那么多的反舰导弹，所以说英国海军想要在西太平洋地区压制我国，基本上是螳臂当车。近几年来，英国海军的实力越来越弱，一直在吃着老本，丝毫没有100年前的气势。不得不说，这次航空母舰成为水帘洞的事件，对英国海军的打击肯定非常大，同时也印证了日不落帝国终将日落的传闻。2万份文件、2.5万张照片再次揭露澳军暴行。澳大利亚士兵为何如此暴虐？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士兵在阿富汗杀害平民的暴行，导致他们成为了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随后，澳大利亚高级士兵把战场上缴获的假肢当作酒杯喝啤酒的事件，再次将他们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然而，就在大家对此感到愤怒的时候，又有消息爆出了澳大利亚士兵的更多暴行。近日，在我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人曝光了一篇报告。据了解，这篇报告是在采访了423名证人，并且分析了2万多份文件和2万5千多幅图像后编写而成的。该报告中曝光了澳大利亚士兵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做出的一系列事件，而其中就包括他们犯下的暴行。通过流传出来的图片来看，现场惨不忍睹，有些平民被澳大利亚军方杀害后甚至死不瞑目，通过眼神中就能看出他们的惊慌与无助。由此可见，我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那幅澳大利亚士兵杀害小孩的漫画，阐述的就是一个事实。不得不说，澳大利亚士兵确实非常暴虐，但是不少人会为此感到疑惑，澳大利亚士兵难道没有军纪吗？毫无疑问的是，澳大利亚军队中也有军纪，但是澳大利亚军营中却流传着一股差别对待的歪风邪气。对于从战场上带回战利品并保存，而杀害平民这种事儿呢，在澳大利亚军营中更是明令禁止的。然而，如果是澳大利亚高级士兵犯下这些罪行的话，
那么澳大利亚军营中的高级官员将会宽恕这一切。但是如果是换成低级士兵做出这件事情的话，那么这些低级士兵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说这些澳大利亚士兵啊，久而久之的就开始无视军纪，犯下这些暴行。由此可见，导致澳大利亚士兵无视军纪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他们的高层管理和处置不当。常言道，一个军队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那为何澳大利亚士兵会如此暴虐呢？难道他们不怕为自己的国家抹黑吗？据分析，澳大利亚士兵之所以会如此暴虐，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澳大利亚从19世纪中叶开始，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是属于英国联邦的重要一环，所以他们就开始广泛的参与到各种战争中。而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呢，澳大利亚军营就衍生出了这种精神，澳大利亚士兵啊才会变得如此暴虐，杀害手无寸铁的阿富汗平民。不得不说，澳大利亚士兵欠阿富汗一个道歉。